好，軍事上面的消息帶觀眾朋友來關心，中國大陸的海軍現在開了殺招，今天會來特別看到的是這一艘了052D 首次的掛上了鷹擊20，1000公里來獵殺美軍的航母。那另外除了052D，今天也會來看到055萬噸大驅，則是成群出動，一起打造這個海上的火力網。美國航母第一手島鏈還守得住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美軍在第一島鏈沒有什麼優勢的，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具備非常強大的優勢，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互動。好，中國海軍這一次曝光的這個052D備受關注，來看到它是首次的來搭載了鷹擊20反艦飛彈的畫面正式的曝光了。那外界開始做了一個解讀啊，代表說大陸的海軍正式的進一步強化，尤其是在遠程的反艦的打擊能力了。因為我們要知道，其實052D在過去都是這種區域性的防空，然後呢是艦隊來協助艦隊護航而已，保護這些大型的水面艦艇的主力驅逐艦。但是如果說真的它未來裝上了鷹擊20的話，它就可以打擊到1000公里外的地方，那麼052D就會變成遠距離獵殺的這種大型的艦艇打擊平台了。好，所以也代表說大陸的海軍作戰的思維是不是也轉變了呢？過去我們看這些反艦的作戰主要是靠陸基從岸面來做飛彈的發射，打擊美軍的航母。但是如果說鷹擊20未來可以放在不管是052D或者是055上的話，是不是代表它的打擊能力就是可以延伸到從陸面到了海洋，並且借着衛星的偵察、無人機追蹤、雷達鎖定、驅逐艦發射來完成海上的獵殺行動呢？好，052D我們來看到它的戰力小檔案。當然了，等一下我們也會請幹哥來幫我們就它的一些戰力的部分做一個比較詳盡的解析。好，這當中包括了先看到它的艦長157公尺它的載排水量是7000噸級的。那麼核心的地方就是它64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了。主要任務包括反艦，還有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可以變成了一個遠程的火力支援。那麼防空系統上面搭載了飛彈，可以建立它的防衛網。最大特色具備任務是整合性的能力，可以同時執行防空、反艦，還有對陸的攻擊任務。好，這是052D，我們來看到這個艦艇它的小檔案。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了這個，是否代表這個海上獵殺平台已經可以威脅到美軍的航母了？這當中的關鍵戰力有什麼是我們特別值得關注的？幹哥怎麼看？這非常關鍵，因為052D大家要知道，它就是中華神盾這一種船。它配備64枚垂直冷發射的系統，也就是說，作為未來的海戰的基本觀念的話，你必須要有五庫艦的想法。五庫艦就是什麼？我64枚發射單元，我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能夠朝不同的目標去打擊，所以這個是現代海軍一定要求的 VLS 這個就是垂直發射系統的觀念，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現在052D 它因為它是就是說在055之下，算是它是中間的力量，堅實的堅。那055當然是帶刀示威了，它是航母戰鬥群的帶刀示威，因為它重達12000噸。那052D 的話，它是7500噸級，但是052D 比較多，它有35艘，055現在目前有10艘服役了。可是光是這些加起來，這些都叫做神盾系統，也就是說是現代海軍最重要的 Aegis 神盾系統，就是屬於它是說它老實講一句，它的就是說346A 這種有源相控陣列雷達是完全不會旋轉，它不轉的。以前的海軍的雷達轉過來看得到，轉過去又看不到，又轉過來又看得到，浪費時間。為什麼？因為光是這個時間的秒差，你就抓不到敵人。現在的雷達都固定的。就是我可以馬上及時看到360度的目標，我都看得到，指揮我身上所攜帶的武器去攻擊。這次發現這個鷹擊20飛彈的意義很重大，為什麼你知道？因為鷹擊20飛彈就不是它以前的，比如說鷹擊12啊、鷹擊17或鷹擊18這樣子的飛彈。鷹擊20射程1000公里，非常遠，它不但遠，而且準，而且它是高超音速導彈，高超音速導彈，美國現在船上沒有啊，中國有，美國沒有，這是最大的不同，好不好？然後呢，美國相對應的武器是什麼？是巡弋飛彈。當然，巡弋飛彈也有
1000多公里的射程啊，就是在射程上是一樣的。可是打擊力絕對不如鷹擊20，因為鷹擊20是到了大氣層再下來打的，它下來的時候最終的速度是9到10馬赫，沒有任何東西攔得住。所以現在這一次在052D 發射了這一枚鷹擊20成功之後，我們就開始要算賬了。算什麼賬？我剛才不是講本來64個單元嘛，那它這個飛彈比較大這64個單元都裝得進去嗎？太大了，你知道，能夠裝幾枚啊？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看它的發展。但是中國海軍會把這個畫面告訴各位的意思就是說，現在冷發射成功了。我們現在專門要做的就是怎麼樣讓鷹擊20成為制式化的配備。那就跟美國現在普遍配備的巡弋飛彈是一樣的道理。那大家要知道，052D 其實它本來相對應的應該是美國的伯克級驅逐艦，但是美國伯克級驅逐艦有將近70艘之多啊，所以中國本來在052D 的發展上是希望它能夠跟伯克級分庭抗禮，可是現在我們有更大的，我們有什麼？我們有055了，所以将来055的數量會急起直追。那如果說055到時候能夠造到50艘以上，那伯克級就不夠看了。所以大家要知道，這一次我們看到052D 中華神盾它能夠成功發射了鷹擊20，有一天能夠發展成為制式化的裝備的話，那反介入跟區域拒止就是 AD、A2 這種東西，就根本就是等於形同虛設。我們直接出第一島鏈了，這是最重要的觀念。我們現在已經不怕，因為第一島鏈是美國封鎖的最前線嘛，對不對？有了鷹擊20之後，你就封不到我了。更何況你知道嗎？你知道052D它身上還帶了長劍10型，什麼公路飛彈，還有長鷹5型，什麼反潛魚雷。其實我坦白講一句，中國的類似的這種驅逐艦的配備，完全不輸給美國現在現役艦艇的裝備，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好，那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請教將軍怎麼看？那剛剛蓋哥也幫我們提到嘛，055現在是10艘，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變成到50艘？這個還要持續做關注。那052D現在是35艘，所以如果兩款開始做結合的話，對於美軍在第一島鏈的威脅，我們也請將軍來幫我們看，包括了萬噸大驅，再加上這種遠程的反艦驅逐艦，將軍怎麼看？我先講一個概念哈，知道我是陸軍，我們陸軍來講的話，在行軍的時候，班跟排距離要多遠？400公尺哈。這個華幹當過軍人，他知道400公尺。為什麼是400公尺？因為400公尺排的主要武器叫做機槍，機槍的射程400公尺。也就是說，我前面那個班，如果說跟敵人接觸的話，我後面這個排的機槍，我火力馬上可以掩護得到。這是一個雖然說是陸軍的一個基本戰術，可是你用在海軍同樣的道理。那如果說052D 它裝上這個鷹擊20導彈的話，它的射程可以到達1000公里。那你不要忘了，其實解放軍在陸地上面還有對海攻擊的這種各型的導彈，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這個航母殺手東風17或東風27等等，它射程通常都是1-2千公里以上。那你想想看，如果說是052D 在陸上的这種東風系列的掩護之下，它可以往前面推進到1-2千公里，然後它的導彈又可以再往前面打1-2千公里，這整個就已經從陸地開始算起，超過3000公里。超過3000公里是什麼概念呢？超過3000公里就是已經是突破了第二島鏈。那如果說以這種概念來看的話，因為火力一定是這個交互掩護、相互的支援，而不是說你去單兵突擊作戰。對，如果以這種概念來看的話，你知道當052D 已經有35艘，你想想看，如果說從這個中國的從東海開始，一直到台海，一直到南海，那以這個35艘的052D，可以說可以涵蓋整個這個第一跟第二島鏈之間的所有的海域，它都可以涵蓋得到。不要忽略了，這只是掩護的部隊而已，掩護的火力。事實上，它還可以再繼續往前面突進。那往前面突進的可能是什麼武器呢？航母航母就繼續往前面走，航母上面還有艦載機。那如果說按照這種理念來講的話，何止是突破第二島鏈？我覺得突破到第3島鏈都是這個可行的。所以每一種武器一定有它運用的價值。我們以這一次
這個052D 哈，當然這個試射鷹擊20，其實這是很大一個訊號了哈。鷹擊20是去年在93閱兵的時候，它才首次亮相哈。那當然，它原來052D 所攜帶的導彈是鷹擊18，鷹擊18在初速的時候，巡航的階段，它還是次音速，它只有到末段的時候才達到這個超音速。但是鷹擊20，它全程都是超音速，而且它是屬於什麼？它是屬於氣動式的一種導彈。什麼叫氣動式呢？就是我們講它會漂移哈，它會打水漂那種叫做氣動式，那你就很難攔截得到。那如果說是052D 可以發射這種鷹擊20，那它在量上面，它就已經有到35艘，那你不要說是055了，我們光講052D 哈，畢竟來講的話，它的平台數量可以到35艘那麼多。那當然，如果再加上055有10艘的話，055是112具垂發，它是64具垂發。當然不是所有軍艦上面垂發系統都要擺上這種對艦的導彈哈，它還要擺防空導彈，還有這些。但是可見了它的打擊的能力來講的話，不但更遠，而且涵蓋的面可以更廣哈。那我想說，這對中國海軍來講的話，爾後哈要突破第3島鏈，可以說輕而易舉。就像是華幹剛剛講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它水面尤其是在第1、第2島鏈之間的水面戰力，可以說是碾壓了美國跟日本。那當然可以遂行它所謂的反介入跟区域拒止。所以說美國來講現在是非常緊張。為什麼我們前一陣子在討論說美國在積極想要發展水面下的戰力來跟中國對抗？因為他也看得出來，水面上的戰力可能在第1島鏈、第2島鏈已經不是大陸海軍的對手了。好，那所以最後我們也請岳老師來幫我們就比較一下美中之間的这個戰力，尤其美國它傳統的戰法，包括了它的傳統的航母加 F-35戰機，跟它的神盾驅逐艦，還有各式的飛彈，美中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這個爭霸，岳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傳統上來講的話呢，我們都普遍公認，就武力來講，美國第1，俄羅斯第2，中國就是第3。啊，那法國也不服氣了，但是我覺得這個排名是蠻有問題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排名啊，可以稱之為絕對排名，就是說好像是一種理想狀態下的排名。就1對1的話呢，我覺得美國武力是很強大，但是你這邊的話呢，得到的問題是，美國未來是不是能夠維持西太平洋的制海權？西太平洋就講的我們是第1島鏈嘛，這個叫西太第1島鏈、第2島鏈，這個叫西太平洋。那我這邊的話呢，講到我雖然對這個武器沒有像前面2位都這麼熟悉，但是我可以強調說，這個美國有3方面的問題啊，非常嚴重啊。首先第一個問題的話呢，就是說像 SM-6啦，就是這個做防空導彈，這個 ESSM 的話呢，他們其實這個 SM-6的話呢還可以，2013年是服役的嘛，但是這個 ESSM 的話呢，防空武器是1967年就有的哈。那麼 F-35很厲害。美國的航空艦的話呢，除了福建號以外，就是那個福特號以外，好像也都很厲害啊。感覺上以前的傳統來講，那個他們的反飛彈這個飛彈呢，就是裡面包含了這個 LRASM 的話呢，這很厲害。然後最近的話呢，大家環太平洋軍演，還要在這個菲律賓那邊發射一條，把一個什麼朱諾號給打成什麼的啊，這個確實厲害。但是我覺得美國的兵力的話呢，在西太平洋這邊的話呢，有3方面的問題，都非常嚴重。第一個是它的產能上不去啊，因為這個 LRASM 很厲害，那美國國防部定多少？定2.3萬枚啊。結果就5到7年第2年，結果它年產100枚，我的天哪！我不曉得我眼睛有沒有看錯啊？但是這個數字啊，我們跟着數字來講，因為這個產能的話呢，美國產能有問題，這個我們聽將軍講了好多次，這個產能有問題，這個不用說了。然後另外的話呢，就是說呢，它這個自己的話呢，因為美國的話，如果只針對於在西太平洋開戰的話呢，我覺得它跟中國之間的話呢，還是有點威懾力量了哈。但是它現在的話呢，各隊打得亂七八糟，到處都有啊。俄烏戰爭也有，然後中東也有，我覺得你分成3項，你再厲害的話，你原來就差很多了。那你現在這個有用的東西的話呢，根本補給不上，然後在那邊消耗的也非常大，所以這也是第2個弱點。好，然後第3個的話呢，我就強調這個大陸本身的話呢做好的，因為我講一句話講完，今天是7月31號731，對不對？部隊，對，明天是8月1號是建軍節，請大家看一下，它有個制勝。專門針對於這邊所提到的美國武器，想辦法做反制。
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